大家好，玩了一周42版的江蕙总结出了一些相较于41版不一样的地方。如果你玩习惯了41版再去玩42版的话，可能感觉会非常的不习惯。那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？我总结出了以下32条。床单绳的制作只能用窗帘布制作。41版本除了牛仔布材质和皮革材质的衣服不能制作逃脱绳，其他的都可以制作。但是42版本只能用窗帘布来制作。爬逃脱绳的时候呢，背包会掉落在原地，并且爬绳子有一定概率会掉下来，这跟你的力量等级有关。如果是灵体灵力的小弱鸡，你连逃脱绳都爬不上去。拿着背包翻窗户的时候，背包会掉落在原地。无法再使用长矛插鱼了，这个改变41版的钓鱼佬他直接哭了。而且呢，钓鱼的功能更加的真实，但是比以前更麻烦了。酒瓶的燃烧瓶是无法再制作了，但是这个道具仍然存在于游戏中。如果想要烧丧尸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不过你可以使用篝火，只需要3个石头，点燃等着丧尸往上踩就行了。沙地无法再翻土和种植了，41版还是可以在沙子上种植，但是42版不可以了。土地只能通过建造菜单来放置，把土袋拿在身上，用建造菜单来建造土地。原版的车比以前更耐撞了，以前41版原版的车辆真的是跟纸糊的一样，但是42版的车辆还行，加强了，而且还能从车表盘这里看到引擎、电池这些部件的状态，让你有一个提前的判断。车座上可以刷出一些道具，一些车能够在车内查看后备箱的容器。现在细菌感染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沙盒设置这里也可以手动更改感染的系数。口罩和防毒面具现在可以从一定程度减缓尸体对人物的影响，但不管是口罩还是防毒面具都有一个不舒适的属性，人物戴时间长了会出现小蓝脸的负面情绪。书店和图书馆现在比较难找到书籍了，被大量的红书和瓶装书给占用了刷新。如果想找书的话，还得去鹿城这种大型的图书馆。邮局后面的仓库基本不再刷出书籍了，现在被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替代，可以搜搜快递包裹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拆解和修理家具无法获得木工经验了，只能通过建造获取，锯木头也可以获得木工经验。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，就是可能大家不太适应，比如锯木头这里点击右键不能批量操作锯木头，每次只能锯1个木头，你必须点击合成菜单这里选择锯木头，在合成处拉动这里的条来设置批量操作的次数，我个人感觉是有点麻烦了。瞄准系统大改，削弱的最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霰弹枪了，以前猛了一批啊，现在真的是太弱了。但是增加了射击相关的书籍。雨水收集器以前连接水管的方法失效了，没办法在室内连接雨水收集器了，至少以前的方法没用了。汽油桶能装水也能装汽油，以前装满了就5公斤，现在装满了 11.6 公斤。工具现在有耐久了，比如说锯子用久了会损坏。锐器还有斧头现在有锋利度的设置，耐久分成了几个部分，每个部分都会有对武器的属性会有影响，而且更加复杂了。喝饮料喝酒必须要开瓶开盖才能够喝，有的需要开瓶器，开罐头呢需要罐头刀或者是开罐器，某一些特定的刀具也可以打开。牛肉罐头和鱼罐头以前呢是不需要开罐器的，都可以徒手开，现在必须得使用工具了。现在撕衣服特别的慢，袜子也没办法撕成碎布条了，这个设定让我感觉非常的不习惯。
肮脏的绷带无法在水龙头这儿直接清洗了，只能用身上的水壶或者是盛水的容器来清洗。小隔板依然坚挺，你依然可以做你的肯塔基战神、栅栏战神，但是呢，无法跟有碰撞体积的家具组成无敌墙了。人物近战体力方面被削弱，默认增加了肌肉酸痛的设定，近战能力被削弱了很多，没办法再做肯塔基超人了。这种情况止痛药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车辆可以出现在2楼，只是出现，但是你开不上去的，所以推理直升机应该可以停悬在2楼的这个平台上。新增了一个不舒适的设定，身体潮湿，身上有血液或者是肮脏、过冷过热都会导致该情绪的升级，最终会导致人物产生其他的负面情绪。冰箱的冷冻可以在沙盒设定里设置成永久保鲜，仓鼠们的最爱。原版军事基地新增了17层的地下研究所，成为一张挑战地图。回声港西边增加了一个黑市交易市场，成为新的魔窟，也是一张全新的挑战地图。肯塔基的战神们可以去挑战试一试啊！篝火的添加燃料改为摧毁已获取燃料，选择这个是添加燃料的选项，跟以前是一样的。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可以烧了，所以烧之前需要检查一下身上有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所有的饮水容器和饮品全都改为毫升啊、升这样的设定，饮水机可以把这个桶拿下来装水。另外新增了净水片，可以净化脏水。喝醉了会极大的影响屏幕的这个清晰度，变得很真实。灌木现在也可以减速了。光照系统大改，如果室内不开灯的话是根本看不见的，太黑了，即便是白天也不行。座椅现在是无法睡觉了，你只能在沙发和床上睡觉，还有睡袋以及帐篷。好，以上是我总结出来目前让我感觉非常不适应的。那当然呢，开车耐撞这个改动我还是欣然接受了，其他的设定我还在慢慢的适应，当然还有一些我没有总结出来。那么你觉得42版本有哪些改动你感觉非常不习惯呢？不妨在评论区里说一说。